大家好，我们今天又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吧。因为我每个月都会看我的账单，每次看一个账单，我的心呢都在滴血，那就是我每月的医保。在德国，医保包括两大项，一个是医疗保险，另外一个呢是护理险。这两样保险是算作一个大项，同时扣掉，而且是强迫的一种支出啊。大家看这个截图就知道，每个月我这医保这大项要扣掉993.6欧元，折合成人民币是7800人民币。大家没听错，每个月都是7800，那一年是多少？也就是说，每月小8000，那每年就小10万。这是我的医疗保险。有些公知或者对德国根本不了解的人，老是说德国医疗免费，医疗免费。还问我，每次听到我就心里特别来气，真的来气啊！这哪是什么免费啊，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医疗免费的梗呢？跟过去我觉得中国一些公知的宣传，还有跟一些恶意宣传德国的、吹德国的人有非常大的关系。有些对德国根本不了解，或者呢，有些留学生根本没有深入德国的生活。另外呢，有些可能嫁来德国的人，他根本没有踏入德国的社会，没有出去工作，所以呢，可以在家做家庭妇男妇女，跟着自己的老公老婆免费参保，他就认为全部德国人就是医疗免费了。其实真正医疗免费的德国人是少数，大部分人呢都是工薪阶层。你有一份工作，那你就不得不购买德国的医疗保险，这是法律强制的啊。大家看，我每个月准时扣掉993.6欧元，也就是每月7800人民币，每年差不多10万人民币，这就是我的医疗保险。你说这是哪门子的免费呢？对不对？看到这个我真的特别来气啊！而且我更来气的是，德国收留了很多的难民，几百万。原来2015年的时候，默克尔就放了100-200万进来。另外这2年，乌克兰难民又进来几百万。特别是乌克兰难民，他们有特权的啊，跟其他国家所谓的难民不一样。他们一进来就可以允许打工，可以允许在这里居留，然后呢，直接得到这些德国的所谓社会福利，比如说他们可以得到住房，可以得到免费医疗，这是真的免费。然后呢，每个月还可以发500多欧元一个人头。这3样加起来，其实它至少价值大概相当于1500欧元左右。大家知道吗？德国低薪阶层，他们拿到手的很多人连1500欧元都没有，他们辛辛苦苦一个月出去工作，最后拿到手的不到1500欧元。人家所谓乌克兰难民，从踏入德国国门那天起，没有往社保里面交任何一分钱，但他享受的东西要比德国工薪阶层还要好。你说，作为德国人，特别是工薪阶层、低收入人群，他们心里能够平衡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德国现在整个社会向右转，整个欧洲也向右转，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这个欧洲社会太不公平了，对外来人口，对外来所谓的难民，要比照顾本国人还更好。别说照顾本国人了，德国政府几乎呢不管自己本国人，所以德国选择党党魁就是德国主流媒体把它分为极右翼或者右翼的这个选择党。这个党魁在德国联邦议院上面慷慨陈词的说，德国这届政府就是痛恨德国的政府。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呀。你看德国政府哪还有钱照顾自己的子民啊？把钱都发给难民了，把钱都送到乌克兰那边去了，支持所谓的乌克兰战争。说到这里我就来气。我相信在德国长期居住的，不管你是华人也好，还是在这里留学的中国人也好，你看，只要你注意观察，在德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翻垃圾桶的这个人，不管他是德国人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反正在德国翻垃圾桶的人，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越来越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德国有一种押金制度
有一些瓶子啊，还有什么可乐罐呀、啤酒罐呢，它有很多是有押金的，一个瓶子里面押金多的是2毛5，换成人民币差不多2块钱了。所以有些德国退休老人，他退休金可能只有800欧元或者1000欧元，根本就活不下去，怎么办？只能到垃圾桶里面去翻呀，去找那种带押金的瓶子，然后呢拿到这个超市去，超市有个那个机器，相当于退瓶机，丢进去，然后呢你按一下，就有一个小条出来了，拿着这小条就到超市的收银员那里把那押金拿回来。我真的看到很可怜啊，德国人看到这里，特别是那种手又颤抖那种老人，很老的老人，为德国辛辛苦苦工作了可能40年，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我感到特别特别的伤心。但是德国政客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们已经跟老百姓完全脱节了，因为他们这些德国政客拿着优厚的俸禄，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我来说第二点，我认识一个德国好朋友，已经20多年了，是一位德国女性，她的老公是中国人。她昨天向我大吐苦水，她也是看我那个视频，就是关于德国那个女警官，她那个税后有2500到2700，还抱怨月光。她对我说啊，那个人呢，真是不知好歹。她说我有他一半我就烧高香了。你知道吗？这个德国人他是在学校当政府职员的，可能是管理层的吧，知道吧？他每个月多少钱？全职，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他告诉我还不相信，他说税前每个月才2600，税后拿到手1800。因为德国职员中位数啊，拿到手的是2400、2500左右，他只有1800，也就是说大大低于中位数。然后现在他是相当于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提前3年。什么叫提前退休呢？像他这种情况，他要继续工作3年，拿60%的工资，拿60%等于每个月现在只有1200，拿了3年之后就可以提前退休了。退休之后，他说退休金也是1200，也就是原来的60%左右。所以说他说其实啊，现在因为这几年这通胀特别厉害，各种费用上涨，他的生活也非常的艰难。他说退休之后今后想跟老公一起回中国，每年常住一些时间，因为德国的费用太高了。他也大骂现在德国这个交通灯政府，说这个政府要脑残等等，以及对难民他的观点跟我完全一样。我的世界观跟他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特别了解中国啊，他去过中国 N 次，她老公也是中国人，她的老公坚决不入德国籍，就是保留中国身份。我一边讲的时候，把他跟我在微信上面的通信记录给大家看看，有些是语音的，当然我们讲的是德语啊。这个德女的，也就是中国媳妇儿，她还会说中文，而且说得不错。她是一位真正喜欢中国的、喜欢中国文化的人。还有昨天呢，我跟一位在美国加州的中国人谈到了当前的情况。他原来一度呢也非常想回国去，但是回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觉得美国可能更适合他。为什么呢？并不是美国有多好，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他和我一样，在海外已经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了，即使我还有中国籍，回去也不现实。因为呢，我已经是50多、60岁的人了，回国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了，对吧？你想回去找工作，人家根本不要你。另外一个，像我们待久的人，也不适合中国那种非常紧凑的那种工作节奏。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懒惯了，根本不能够胜任在中国那种职场的工作。所以呢，从这点来说，想回去也是不现实的。另外，像他那样，在美国也待了那么多年了，他也觉得没有过人的技术，在国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他回去也竞争不过国内那些职场的人，又加上在海外懒惯了，所以呢，
他说还是在海外吧，在美国吧，过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而且国内那种大环境啊，是相当于推着你走，拽着你走，你不想走，也被那个大环境带着往前。他觉得压力太大了。这真的是在海外待久了，千千万万想回去又回不去的人。然后他说，爱国不一定要在国内才爱呀，对吧？在国外也可以爱呀。比如说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然后呢，在国外挣钱，每年回国去消费，也是相当于为祖国、为中国做出贡献，跟我一样，对吧？我在海外挣钱，回中国消费，也一样支持中国的经济啊。所以说，我们在海外的人，即使想回去，也是回不去了，有很多的无奈。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在海外的人，跟国内那么拼的人比起来，真的没有任何竞争优势，这是我们自己的短处啊，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只能是乖乖的待在外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围城心理，有很多恨国党啊，或者有很多国内对海外还有抱着美好幻想的人，其实跟他们比起来，就是一种围城心理。他们觉得在外国，特别是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什么都好，什么都免费，空气也香甜。而我们呢，看清了海外之后，特别是海外的生活环境、海外的生活质量，还有海外的这种政治这种乌烟瘴气比起来，我们当然觉得中国很多东西要比海外好，所以也特别想回去，但是各种原因回不去了，所以呢，只能待在海外。而国内呢，有不少人怀着美好的幻想，认为呢，一出国就马上就变成了人上人，过着像好莱坞那种富人的生活了。你凭什么呀？你有什么本事过人家西方人的富人生活呢？如果真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在美国还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对不对？所以这样想，就应该想通了吧。我们在欧洲这边是交战区，所以过去这一两年，我们这边物价上涨很快，然后我们这边难民比较多，所以总体来说，德国变得更差了。基本上现在除了中国在变得更好，其他都是在变得越来越差吧。其实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迅速的接近。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来这个美国的富人去看一看，他确实不错呀，他这个绿化简直就是第一世界。但是你去穷人去看，他第三世界。他这个国家很残酷，自由世界，你被淘汰了，你没有人给你兜底，政府不会管你的。总的来说就那样吧。这个国家相对中国肯定是越来越落后了，因为这个国家不让中国的汽车进来，你知道吗？搞这个闭关锁国。中国人可能比较急，你知道吗？想了30岁之前就有房子，这在西方国家这是不可以想象的，这你想都不要想。有时间你来洛杉矶，我开车去，你看一看。美国的富人，你去北边Arcadia 那边或者好莱坞那边，哇，那富人的那住那房子，山顶上的房子真的是人间享受。但你去下边就那地狱，你知道吧？就是人间炼狱，第三世界。那中国其实那个比亚迪，我家那个10万块的比亚迪啊，我家里开那个车其实已经很好了，那个车比这美国的3万美元的车的性能好太多了。咱们中国人太爱面子了，咱们中国的文化是需要这个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你知道吧？就是你看人家，你看就咱中国的幸福感来源于别人的评价。哎，那就你继续待在美国吧，反正回国我觉得那个竞争压力也挺大的，对吧？就是咱们在海外待久的人回国就没有竞争力了。好，朋友们，今天就是从3件事情，一个是从我每个月我的医保高达差不多1000欧元，也就是换成人民币差不多8000人民币，这个天价医保。然后呢，再从我一个德国真的是很多年的朋友，20多年，他在抱怨生活太艰难了，在德国，他每个月的收入才那么点。然后呢，这位在美国加州的一个中国人，他也说中国他回不去了。来说说我们在海外这些人的无奈。其实呢，很多人呢，可能报喜不报忧，在海外过得其实不是那么好，
但是也没办法，想回也回不去了，这是我们的无奈呀。但是我觉得在哪里，最重要的是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不仅要活下去，而且尽量要活得好。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我与你，不管你在哪里，共勉，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